大家好，我是王梅。今天呢，带夫人到这个西雅图东边的这个 Snoqualmie，上这块来参加一个节。正好呢，这边是有各种的火车，有一个这个西北的铁路博物馆。好像我夫人不是太感冒的样子，不是太感兴趣。她就是看看这儿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什么的，所以一块儿过来溜达一圈儿。得了，那个咱们呀边走边看，看看今天这儿，我也是头一次来这儿啊，也不知道这儿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玩的，所以今儿呢，边走边看啊，看看有没有好玩的。我已经说了2遍。重要的事儿得说3遍。这不是这个吗？KD，你看这台机车的轮式是280，前面2个导轮，中间8个动轮，后边没有从轮。这种形式的机车呢是 consolidation， 也就是巩固的意思。这台机车于1903年由鲍德温制造，最初在爱达荷州服役。1948年，爱德华海因斯木材公司买下了它，专门运送 Bear Valley 的木材。这台机车见证了那儿的67000英亩的林业交易。1965年，这台机车退役，它呢被捐赠给了西北铁路博物馆。这是一个小马来。这台机车的轮式是2662，它每侧都是双气室双气缸。那它是个什么原理呢？这蒸汽在高压气缸工作之后到低压气缸里边再工作一次，这是典型的腹胀式，也就是马来式蒸汽机车。这台机车呢也是 Baldwin 制造的，产于1928年，最初在泥湾伐木公司运行，之后转至威尔豪瑟木材公司，直到1962年退役。他的整个运转生涯都是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牵引木材列车。到1965年，威尔豪瑟将这台机车捐赠给西北铁路博物馆，并于1969年修复至可运用状态。此后这台机车牵引遗产铁路列车运行到了1974年。咱们去过这个厂子，就是那个在费城那块儿。有天你睡着了，咱们上那个鲍德温那个大楼那块儿，后面那客车都皱大个了。这是一台1918年的大北方铁路邮政车，据说执乘的工作人员还得随身配备手枪。这是一个蒸汽吊，不知道是蒸汽吊是内燃吊啊，蒸汽吊车。这台蒸汽吊车主要用于救援列车，譬如把脱轨的机车车辆调回线路，使它们复位。这台蒸汽吊车呢，自身不带动力，需要由机车牵引才能到达事故现场。这吊车的动力来源呢，是一台立式锅炉的双缸蒸汽机，它可以吊起75吨的物体，还可以旋转360度。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机车，谢氏。这台机车由利马机车机械公司于1904年制造，是现存第2古老的3厢谢氏机车。它的传动系统是最有意思的。它这个传动方式是一样，它那缸是竖着的，然后通过这个齿轮导到这个各个轴上。眼前这台谢氏机车曾在犹他州的 Newhouse 矿业冶炼公司、Crema Key 机械公司，还有华盛顿州的东部铁路和木材公司运行。这台机车于1951年退役，1969年呢，它被捐赠给了西北铁路博物馆。其实京张铁路也曾经在1913年进口了6台谢氏机车，运用于关沟段。后来随着马来3、马来4型机车的引进，这谢氏机车就去荆门支线运行了，其中的一台还进了交通大学的博物馆，但抗战和内战之后就下落不明了。篷车、罐车，然后再头了这儿还有一个小吊车机。前面这台车呢是奥林匹克波特兰水泥公司的7号机车，它是一台工矿机车，1918年由 H.K. Porter 制造。它的轮式是 040T， 也就是4轮式水柜机车。这台车虽然是蒸汽机车，但是它是烧油的，
这还是一个，他先后在美国海军以及华盛顿州的奥林匹克波特兰水泥公司和 Permanent 水泥公司运用。他在1960年退役之后呢，被捐给了 Bellingham， 长期在 Blodo Donovan Park 展出，直到2017年，该市又再次把它捐赠给了西北铁路博物馆。嘿，这里边还有一台10轮，嘿，它的轮式呢是460，因为导轮和动轮啊加起来总共有10个车轮，所以这种轮式的机车呢都被称为 Ten Wheel。这光真好看啊！对，这是一台工矿机车，由 Baldwin 于1898年制造。它呀最初由联合煤矿公司运用，后来转至加拿大煤矿公司。它主要运用的地段啊都在温哥华岛上。这台机车呢，在1960年退役，随后被西北铁路博物馆购入。好嘞，朋友们，咱们这儿的这些机车啊，就先看到这儿。我呢报了一个 tour， 会进到一个特别的机车房里边，那儿到底有什么珍贵的古董呢？之后啊，我再带您一块儿探秘啊。